帝王竞标会开始，楚向东末日来临。竞标会即将开始，何家一行人坐在最前排，为首的正是一男一女。三金哥，我怎么感觉那个何超灵是在对你笑呢？你肯定是看错了，我就见过他一次，还没说上话。你的意思是很想跟他说话了？帝王的相关信息想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。下面竞标会正式开始，底价20亿，每次举牌不得低于1000万。21亿、22亿、24亿。拍卖会刚开始就火药味十足，其他人都安心做起了吃瓜群众，没人插手两人之间的争斗。何家给了我60亿，比有钱我怕谁？26亿、27亿、30亿。年轻人，房地产的水很深，你把握不住。34亿。三金哥，你抬价抬得太快了，咱们的底线是40亿，这么抬的话，怕是很快就要超过底线了。没关系，抬价抬得很开心是吗？那我出39亿，哈哈，加啊！你再往上加啊！39亿1000万，太小家子气了吧？我出42亿，有本事你继续跟。三金哥，怎么办？超出咱们的底线了，要不咱们停手吧？而且这个价位拿地根本赚不了几个钱。42亿，第2次，三金先生，你还跟吗？所有人都看向三金，本以为会出现激烈的竞争，没想到以楚向东压倒性的优势结束了。跟不起了吗？给老子继续往上叫啊！才42亿就跟不起了，呵呵，老子钱多到可以砸死你。那么42亿第3 45亿。三金疯了吗？这个价位几乎没有利润了。不一定，说不定他只是想拿下省城的房地产市场吗？三金哥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没钱，但是楚向东他有啊！我要榨干他那60亿。你这是要掏干家底跟我拼的吗？45亿第1次，45亿第2次。妈的，这块地王我必须拿下。45亿第3 50亿，我出50亿。又加了。楚向东疯了吗？50亿已经没有利润了。三金，你继续加啊，掏干家底跟我干啊！来，拿钱干我啊！呵呵，这个大陆仔应该是没钱了。55亿。这一刻，楚向东眼中满是不解。何家虽然给了他60亿，但这些钱可不光都是用来买地的。他在恶意抬价，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的。我要求省府对其进行资产审核。三金先生之前向银行抵押了公示，石油公司还有新讯，现在他的账户里有65亿的资金，并没有恶意抬价。实际上，新讯和石油公司抵押的消息，只是三金吩咐高明远帮的第一个小忙而已。很好，三金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你要玩，我就跟你玩到底。65亿，不可能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钱？高斯，我要求对他进行资产审核。楚向东，你的账面上只有60亿，我这张卡里有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，一共5个亿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我抵押了所有的资产，怎么会是这种结果？三金哥，你没事吧？65亿第3次成交。三金啊，三金，任你抵押了资产，倾尽所有心血，最终这块地还是被我楚向东拿到了。对了，三金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你苦苦哀求复合的前女友唐萌萌已经被我拿下了，我们还解锁了不少新姿势呢。这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，楚向东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给三金戴了一顶绿帽子。楚总，恭喜啊，多花了20多亿拿下这块地。难道这小子刚刚都是装的？他就是在恶意抬价。反应过来后，楚向东脸色惨白，却还是强装淡定。你就嘴硬吧。好吧，地的事儿就算是我嘴硬吧。不过你跟唐萌萌在一起的事儿，确实让我挺意外的。哈哈，谁让我太有魅力了？你也不用太伤心。楚总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什么？唐萌萌在很久之前就被确诊有艾滋了呀，她没告诉你吗？唐萌萌，你是不是有艾滋？是呀，我有艾滋。你有艾滋还他妈跟我睡，你害死我了！楚向东，明明是你把我灌醉了，事后你不也是无情的把我抛弃，连房钱都没出吗？你啊，早点去医院看看吧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。楚向东瞬间崩溃了，居然当场大哭起来。楚总，你别这样，要是你第一时间就告诉我这件事该多好。72小时内只要用阻断剂就不会有事了。你看你现在才说，已经晚了。是你，原来是你在故意陷害我。楚总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是今天才告诉我你跟唐萌萌这件事的吗？三金，帝王还在我手里，我就是把家产全部赔光，也要吞掉你的那份市场份额。很快，帝王就不是你的了。竞标会结束后，第一时间，楚向东就赶到医院，他的精神就快要崩溃了。楚先生，您也不要太过伤心，您现在只是初期，只要积极配合治疗，存活期是可以接近于正常人的，只不过后面会出现咳嗽、呼吸困难、持续性腹泻、并发热性肿瘤等情况，有可能也会烂胳膊、烂腿、烂屁股，这也是常有的。楚向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40多亿就能拿下那块地吗？现在你是几个意思？何少，这是真不能怪我，都怪那个三金太卑鄙了。天，你不要过来，离我远一点！
算了，既然钱已经花出去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尽快把帝王开发出来，我也好给何家一个交代。而此时何超灵连夜飞回了何家，求见家主和红火。玲玲来了，爸，现在有件关系何家存亡的大事，我想跟您说。什么事？如果不提前布局线上博彩，不把钱投入到医疗相关的股票和期货中去，何家就会出现巨额亏损的。玲玲，生意上的事你不要插手。可是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喂，我爸他根本就不相信我。你把电话交给何红火，我亲自跟他说。这能行吗？他连我都不相信。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爸，有位高人想跟您通电话，他就是告诉我这些话的人。说吧，是谁让你蛊惑我女儿的？何先生你好，我叫三金，你也可以叫我白龙王。